夜空沉寂，只有海风与浪声。忽然，远方传来低沉的轰鸣，那不是一架，而是数百架庞然大物，在漆黑的夜里穿越太平洋。巨大的机影逐渐浮现，长达30米的机身，近40米的机翼，仿佛一座漂浮在空中的钢铁堡垒。机舱内，飞行员们紧盯仪表灯光，增压舱让他们能在1万米高空呼吸自如。而在弹舱深处，装载的是数吨燃烧弹，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武器——原子弹。这就是 B-29超级堡垒，一架将东京变成火海的轰炸机，一架把广岛与长崎推入白光与蘑菇云的战争机器。它不仅终结了第2次世界大战，但也开启了冷战与核时代。许多人记得珍珠港的烈焰，记得中途岛战役的逆转，也记得1945年新墨西哥沙漠上空那朵直冲云霄的蘑菇云。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这些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背后，真正的执行者正是 B-29。B-29的出现让东京化为火海，让新墨西哥的试爆不只停留在沙漠，让广岛与长崎的天空第一次被蘑菇云点亮。它是2战最后的执行者，也是冷战开端的预兆。为什么美国一定要造出一架这样巨型轰炸机？它凭什么成为2战末期最具决定性的武器？而当战争结束后，它又留下了怎样的争议与遗产？大家好，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今天我们就从这架飞机开始，去回顾它如何诞生，又如何出现在东京的火海和广岛的天空，以及它如何在历史上留下了奇迹与灾难的双重印记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，短短2个小时，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，战列舰沉没，飞机焚毁，数千士兵丧生。对于美国来说，这不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更是一段痛苦与悲伤的回忆。但正是这种伤痛，瞬间凝结成一股力量，转化为全民复仇的开端。次日，美国国会通过对日宣战，整个国家从观望转为怒火。在美国的战略规划里，东京一直是最重要的目标。东京不只是日本的首都，也是它的工业、交通与统治中心。摧毁东京意味着直击日本的神经中枢，它会削弱工业产能，扰乱交通体系，同时动摇军政高层的信心。对美国来说，轰炸东京不仅是军事打击，更是一种斩首的象征。更重要的是，东京承载了日本国民的精神象征。将首都化为火海，不仅能摧毁城市与基础设施，更能打击国民意志。从珍珠港事件之后，美国就需要一场震撼的反击，告诉日本人，战争不会停留在遥远的太平洋，而会直击他们的家园。轰炸东京不仅是战术选择，更是战略必要。几个月后，美国用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回应这份屈辱。1942年4月18日，16架 B-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被临时安置在航母大黄蜂号上，但 B-25并不是舰载机，这些并不适合舰载的轰炸机冒着坠海风险，从短短的甲板上起飞，飞向东京、名古屋和神户。轰炸造成的损害有限，但它打破了日本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，也极大鼓舞了美国国内士气。同时，这次行动也暴露出致命问题。由于 B-25航程太短，返航时油料耗尽，大多数飞机迫降。事实证明，这种中程轰炸机不足以支撑真正的战略轰炸。美国需要一种全新远程的轰炸机。事实上，早在1940年，美军就批准了波音的 Model 345方案，目标就是打造一架超远程战略轰炸机。珍珠港事件后，这一研发计划被加速推进。1942年9月21日，B-29超级堡垒的原型机 XB-29完成首次试飞，一架注定要改变战争进程的巨型轰炸机正式诞生。同年夏天，太平洋战局发生转折。1942年6月，中途岛战役，美军击沉日本4艘航母，一举扭转战局。美国从防守转为进攻，随后美军推行岛屿跳跃战略，绕开防守严密的小岛，只夺取关键据点，修建海军补给点与空军基地，逐步逼近日本本土。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之一就是马里亚纳群岛。
因为从这里起飞 ，B-29才能真正直达东京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还尝试过另一条道路。1944年前后，美军曾将 B-29部署在中国空军基地，计划从这里起飞轰炸日本，但所有燃料和物资都需要依赖驼峰航线空运，运输代价高昂，几乎不可持续。这场尝试再次证明，只有夺下马里亚纳群岛 ，B-29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1944年夏，美军发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，经过血战，塞班、关岛、天宁相继被夺下，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基地就在这里建成。从此 ，B-29获得了稳定的战略舞台，可以直扑东京与日本核心工业区。当美国终于在马里亚纳群岛搭建好舞台时，登场的主角已经不是 B-17，也不是 B-24，而是彻底超越他们的巨型轰炸机 B-29超级堡垒。它之所以被称为超级，就在于它汇集了当时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与工艺。第一，超远航程。B-17的航程大约是3000公里 ，B-24能达到3500公里，但从马里亚纳群岛到东京单程就要2500公里。只有 B-29能飞出5000到6000公里的航程，真正把日本列岛纳入打击范围。第二，巨大的载弹量 ，B-17最多携带2吨炸弹 ，B-24略高一些，而 B-29的最大载弹量超过9吨，几乎是 B-17的4倍。这意味着一次出动的 B-29机群能把整座城市变成火海。第三，前所未有的高空性能 ，B-29装备了世界上首批量产的增压座舱。让机组人员可以在9000到10000米的高空呼吸自如，这一高度几乎让当时的日本战斗机和高射炮束手无策。第四，遥控火控系统 ，B-29全机布置了5个电动炮塔，由机组成员通过瞄准器远程操控，火力覆盖前后左右，这让 B-29不仅是轰炸机，更像一座会移动的空中堡垒。第五，它是为原子弹量身定做的平台，在所有二战轰炸机里，只有 B-29的弹仓能容纳小男孩和胖子这样巨大的核武器，这使得它天然成为核打击的唯一选择。当然 ，B-29并非没有问题，它的莱特 R3350发动机功率强大，但在早期极易过热甚至起火，导致不少坠机事故。然而，美国依旧把它视为赌注，因为没有它，就没有跨越太平洋轰炸东京的可能。正因如此 ，B-29不仅是当时最昂贵的军事工程之一，总投入超过30亿美元，比曼哈顿计划还多，也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空中巨无霸。在战争末期，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把美国的战略意志投射到了东京、广岛和长崎的天空。1944年夏，随着美军夺下塞班、关岛和天宁岛，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基地拔地而起。驻扎在这里的 B-29超级堡垒终于得以直接飞向日本本土。1944年底 ，B-29开始轰炸东京与名古屋等工业城市。起初，美军尝试高空精确轰炸，但效果有限。日本天气复杂，强风和云层让精度大打折扣。于是，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柯蒂斯·李梅改变战术，让 B-29低空飞行，投掷燃烧弹。1945年3月9日至10日，东京大轰炸。334架 B-29在夜幕下低空掠过，向城市倾泻下1000吨燃烧弹，火海吞没了整片城区，10万人在一夜之间丧生，东京化为灰烬，日本人的战意也随之被动摇。然而，这并不是终点。同一时期，美国启动了史无前例的曼哈顿计划，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汇聚一堂，他们的领军人物就是物理学家罗伯特·奥本海默。一个注定与原子弹之父联系在一起的名字。在新墨西哥的沙漠里，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，数以10万计的人力，20多亿美元的经费，被投入到这场科学与战争结合的超级工程。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点燃核反应的毁灭力量。1945年7月16日清晨5点29分，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沙漠代号 Trinity 的实验爆炸。天空被刺眼的白光照亮，火球升腾，蘑菇云直冲天际。奥本海默在爆炸后的回忆中引述了一句话：“现在我已成为死神，世界的毁灭者。”这场试爆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核时代。美国高层迅速得出结论：这种毁灭性力量必须尽快投入实战，而唯一能携带并投下原子弹的飞机，
就是那架为跨越太平洋而生的 B-29超级堡垒。1945年8月6日清晨，广岛上空 B-29从天宁岛起飞，机舱里携带着小男孩。8点15分，弹舱打开，白光照亮天空，蘑菇云拔地而起，广岛在一瞬间被摧毁。3天后，1945年8月9日长崎，另一架 B-29再次从天宁岛起飞，投下胖子，长崎陷入同样的命运。这2次任务直接让日本失去了继续战争的能力与意志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在很多人眼中，B-29完成了它的使命，它的燃烧弹和原子弹让二战以最短的方式走向终结。但同时，围绕它的争议也从那一刻延续至今。支持者认为，如果美国发动登陆战，死亡数字可能是几十万美军、上百万日本人。相比之下 ，B-29的轰炸与原子弹投放反而加速了战争结束，挽救了更多生命。但批评者指出，广岛与长崎瞬间夺取10余万平民生命。B-29的轰炸方式本质上是以城市为目标的全面战争，给无数普通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。B-29不仅终结了二战，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1947年，美国空军成立后， B-29成为战略航空军团的核心机型，承担着核投送的任务。它的出现宣告了战略轰炸加核武器的组合，成为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抗的底线。苏联在战后直接复制了 B-29， 制造出图4公牛轰炸机，成为苏联核战略的起点。而在美国 ，B-29也不断改进，衍生出 B-50， 并成为 B-36、B-52等后续战略轰炸机的奠基者。可以说，今天人们熟知的战略轰炸机体系，都是从 B-29开始的。B-29既是奇迹的象征，它汇集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，展现了人类工业的极限。B-29也是灾难的代名词，它把整座城市化为火海，把原子弹带入了人类战争的现实。人们至今仍在追问，如果没有 B-29和奥本海默的原子弹，人类会不会推迟几十年才进入核时代？还是说核爆只是迟早会到来的命运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但 B-29留下的阴影却一直笼罩在世界的天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没有 B-29，二战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？美国会选择登陆日本，还是战争会拖得更久？东京大轰炸、广岛与长崎这些行动究竟是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，还是历史上最沉重的争议？ B-29之后，苏联直接仿造出图4，这是不是冷战核对抗的开端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已经开通了 Hype 功能，也欢迎给我们的视频投上一票。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